纪元年，天地一片混沌，天道降下机缘，苍茫中灵力化身玄穹帝尊。可帝尊野心勃勃，创立新秩序，一统天地。帝尊因创世遭天道惩罚，被雷霆击散灵力，湮灭身躯。100年后，妖帝为统治三界，挑起大战。人界3位义士舍身取义，助天界封印妖帝。妖帝并未死心，以修炼魔功突破封印。没想到我们兄弟今生还能相见啊！怎么了？激动过头了？也不知道抱我一下。哎，我可不是谁都让抱的啊！我为什么要抱你啊？嘿，我说你死了太久，脑子没醒啊！我柳寒烟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是寒烟？啊！我钟云飞，王不举，我柳寒烟，今日在此立誓，结为异姓兄弟，同生共死，永不离弃。妖界作乱，人界危在旦夕，我辈岂能苟活？愿以死相搏，舍身明志，以谢人间正气。你是傅曲啊？你是寒烟？傅曲？寒烟？哎，来，你们自己看看。这件事，我确实也没办法。不是，
韩燕，公正的讲，你变成女人之后啊，倒也是貌美如花，前凸后翘，很养眼嘛。我戳你！看这死样，变女应该是你变。哎，这不是人世仙尊吗？仙尊，拜见仙尊。钟云飞，妖帝以百姓魂魄修炼魔功，致人界生灵涂炭。你们3人前世壮心未灭，现命你们为天界斩妖。我们以后就听你差遣。没错，只要你看谁不顺眼，我们就帮你修理他。哎呀，真是5个小可爱。那我们以后能不能叫你韩燕姐姐啊？不准。那我们以后叫你什么？叫你哥哥也不合适啊。对啊。要我说呀，既然你变成女儿身了，叫你师弟也不太合适，不如就叫你小燕燕怎么样啊？去，给我撕了这张臭嘴！哎，燕妹妹，就小我燕，小燕燕啊，燕妹妹，哎呀，你让开，闪开！别来劲啊！救命啊！瑶池仙祖为了大义甘愿牺牲，可恨的是，南海派不但不知感恩，100年来打着替丁隐报仇的幌子，处处与仙宝为敌。如此忘恩负义之辈，仙宝岂能与之共存于天地之间？击杀南海派，光耀仙宝！击杀南海派，光耀仙宝！红雪，你尽全力将这千年玄冰劈开。是。先祖以义为先，却蒙冤1000年。这千年玄冰，代表着先祖的怨气。除非冰消雪融，否则两派势不两立。谨遵老夫训诫。红雪，即使你是我的女儿，也必须遵守宗门戒律。倘若有所违背，必将一视同仁，绝不宽待。女儿不敢。回仙堡。
师姐，别生闷气了。我又没做错什么，娘干嘛让我在大家面前出丑？你可是未来仙宝的继承人，堡主对你要求严格一点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如果只是为了传承宗门恩怨，这个堡主，我宁可不当。看够没有？哎，你这女儿模样还没看够呢，就给变成男装了，我一点乐子都没了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哼，我觉得韩云这样也挺好的，可男可女。就你们俩话多，我穿成这样，也是为了出行方便嘛。好啦，知道你还没适应。哎，你干嘛？嘴里有苍蝇。哎，大哥，那边有异响。终于发现妖兽了，看我的！嘿，你迟了1个时辰，我还以为你失手了呢。你的银子可真难赚，因为这把剑，老子差点把命给搭上。怎么就一把无极剑？你还真以为南海派是一般的宗门世家吗？我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再去到太虚剑，等于是送死。这样赔本的买卖，我可不去做。好，你把这把剑交给我，就算是你交差了。这把剑可是我用命换来的，
而且从此以后，我要面临着南海派的追杀。你给我那点银子，根本就不够我亡命天涯的，应该再给我1000两，这样我的买卖才不赔吗？道义有道，你现在坐地起价，未免太不讲信用了吧？如果我不讲信用，我肯定会狮子大开口的。我想你们仙宝的名声应该不止1000两吧？大师兄，你觉得这件事情会不会是仙宝的人做的？仙宝和南海派虽有仇，但也算名门正派，应该不会做出如此卑鄙下流之事。仙宝的人想偷剑，早就动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才阻止飞天蜘蛛动手呢？别浪费时间了，还是找到飞天蜘蛛要紧。是。你是在威胁我吗？你这么想也可以，实在不行，我索性把它转手卖了，把这无极剑和你的诡计卖给南海派，这样是不是老值钱了？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早这样干脆不就好了？我们就用不着撕破脸了，是不是？自己找死，怪不得我。师姐，你也太厉害了！你这解水成冰使得这么轻松，你也教教我呗。你平日里啊，要是少说闲话，多练功，早就练成了。那你可太冤枉我了！我呀是为了陪你聊天解闷儿，才耽误了我练功，要不然我早就炉火纯青了。那你以后可别再找我说话了，这个责任我可担不起。哎，你别啊，师姐，只要你强大就行，我甘心牺牲时间陪你聊天。你呀，就会。师姐，大师兄已经1夜没有回来了，我有点担心他。他去哪儿了？他，快说呀！他去南海派了。什么？师姐，这南海派就算是阴曹地府，咱们也得跨过去，不然怎么能找到大师兄？就算要过去，也不能这么明目张胆，否则还没能找到大师兄，就已经引起2派矛盾了。师姐，矛盾可能已经来了。我们今天有急事，必须跨过地界。仙宝可不是你能耍威风的地方，如果你想跨界，就拿出本事来。杨姑娘，你若坚持不肯让路，那就只能得罪了。是为我破劫重生送来的大礼吗？哼，我大哥可是天界斩妖士，他送的礼你可能没命收啊！天地我都不在乎，你一个小小的斩妖士，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蹦跶？哎呦，你怎么这么猖狂？你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我是血魔。等我收拾了你，你再做自我介绍吧。别跟他们浪费时间，我们直接硬闯。我说过，
要想硬闯，拿出本事来。好，那就凭实力说话。张瑶池知道，我得气得活过来再死一次。你是血魔？既然我重生了，你们两派的后人都得给我死绝！师姐，大师兄！别乱动，你不要命了！我宁死也不接受你的恩惠。哼！我现在就要用你们这些不自量力的蝼蚁来补充我的气血。没事吧？大哥，小心！废物，伤了凡人，就得承受天雷的惩罚。让天道这些可笑的规矩替我劈死！劈死你！大师兄，
你怎么现在才出现啊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说呀！没想到，血魔比我们还了解天道法则，竟能用天雷帮助自己逃跑。这是什么天道法则呀？根本就是助纣为虐！父权。原来，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，只要伤及凡人，就会遭雷劈。我们要尽快找到那个卑鄙的血魔，为人间除害。哎，大师兄，你不能这样！大师兄，放开我！赶紧你也搭上了！站住！怎么会这么狼狈？还不如实交代。我还没断气，管你有没有断气。你这么说，也太没良心了吧！我为了救你，差点被你压死，总得说声谢谢吧。是你自己多事，我为什么要谢你啊？行，就当我闲着没事儿，才顺手救了你。喂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只是扭伤了腿，没什么大碍。你别管我了，还是想办法自己先出谷吧。我可不能留下画饼，让你出去以后说仙宝的人见死不救，有违侠义精神。你起来！都疼成这样了，还整英雄呢？你以为我想装啊？我不是怕你为我担心吗？那你大可不必。喂，你别太过分啊！我现在没心情跟你闹。行，你就接着装吧，我才懒得理你。分头去找。是。跟我来。师姐。师姐。大哥。我已经用神识观察过了，整个蜀山都没有发现血魔的踪迹。据我所知，当年央瑶池和丁乙联手对付血魔，却也没能灭了他。到最后，是剑仙李一奇以紫青双剑伏魔。这次，
他一破戒重生，便大开杀戒。他是一心想复仇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刚破戒重生，就摆了大哥一道，我也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若不灭了他，我便不能立下功劳，重回男儿身，我更不会善罢甘休。对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就算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们也必须抓到他。正所谓，知己知彼，才能更有胜算。既然当年李义齐能灭了血魔，那我们若是能得到他的帮助，便更会事半功倍。所以，在去找血魔之前，我们先去会会这个李义齐。小小的结界也想拦住我？谁敢毁我结界？血魔，你居然还没有死！我不但没有死，而且比过去更强大了。李奇，就凭你一个人根本用不了紫青双剑，还逞什么口舌之快？不过，只要你答应献上双剑，我可以饶你一条狗命。我就算是道消身死，也不会让你得逞。再逃啊！我看你能逃多远？笑话！我是怕你的妖气玷污了我的仙洞。你真以为我不敢跟你一战吗？没想到，还没找到剑仙，先找到你了。又是你坏我的好事！你的好事只有祸害人间，我杀了你，才是天大的好事。你得有这个本事！原来你就是剑仙啊！李道友，为何大哥降魔剑的龙灵灭不了血魔呢？龙灵确实具有斩杀妖兽的威力，只不过血魔乃血气所生，与一般妖兽不同，只有紫青双剑才能将之制服。可是，这个紫青双剑如果这么厉害的话，当时为什么没有斩杀他，还给了他重生的机会呢？紫青双剑乃前古神器，原本是可以将血魔神形俱毁，只可惜当年事发突然，来不及找到真正心意相通之人，我便以自己为法引，强行促成双剑合璧，因此才没有完全消灭他的神魂。照这么说，只有找到真正心意相通的人，才能让血魔神魂俱灭。没错，毕竟只有真正心意相通之人，才能使出终极剑术，消灭血魔。不过，要找到这样的人并不容易，他们除了天赋之外，还必须具有剑仙的底蕴，唯有如此，才能领略双剑合璧的真正奥义。否则，不仅发挥不了双剑的威力，还有可能
人间俱毁。目前，蜀山之中，也就仙宝和南海派还算有剑仙底蕴。可惜丁隐和央瑶池的恩怨情仇始终理不清，导致两派纷争不断。要想让他们团结合作，比登天还难。这里相当隐秘了，再加上咱们有明火，应该可以防止妖兽突袭了。央姑娘，果然心思缜密。这是我们仙宝特制的养灵丹，不仅可以防止瘴气入侵，还对你的腿伤很有帮助。多谢央姑娘。妖王，我帮你重生，难道是为了让你报私仇吗？妖王误会了，我杀李一奇不是为了报私仇，而是为了避免紫青双剑合璧，伤害魔婴。蠢！你自作聪明，陷魔婴于险境。你还想狡辩吗？如果钟云飞在追查你的时候发现了魔婴的存在，那我多年的心血岂不是全被你毁了？属下知错了，不该冲动行事。我警告你，还有半个月，就是天狗10日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都不能让钟云飞他们发现我们在用人体的精气去培育魔婴。幸运的是，钟云飞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的计划。你只要混淆视听，让钟云飞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追寻你的下落之上。等过了天狗10日，我们就无所顾忌了。属下接下来该怎么办？对于钟云飞，只能智取，不可力敌。喂，别睡了，趁着晨气勃发，你刚好可以运功疗伤。等你伤好些了，咱们也好早点离开这里。喂，没事。我。想不到我一堂堂7尺男儿，竟会落到如此地步，还要委屈你来照顾，更别提咱们两派还有这么多年的恩怨。同学，师姐，同学姐，师姐，甘志，师姐，大师兄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找到红雪师姐的踪迹？找了一晚上，什么都没发现。你们呢？没有。大师兄，这是红雪的簪子呀。对，这个地方离师姐衰落的地方很远，
表示他肯定还活着。对，一定还活着。戴志，我们分开找，你往那边，快！好。师姐，同学，100年来，咱们两派纷争不断，甚至有不少人为此丧命。为什么我们非要斗得你死我活？这样缠斗下去，到底值不值得？这个问题，你问过你爹吗？当然问过，只不过得到的答案就是一记火辣辣的巴掌。看来你比我勇敢多了。在我娘面前，我从来不敢提这件事情。原来央姑娘跟我的想法一样。虽然我认为两派之间不应该这么继续缠斗下去，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能打破眼前这个僵局。这或许就是我们两派之间的宿命吧。为什么不能？当年两派先祖是因为联手抗魔失败，所以才会丧命的，根本不存在私人恩怨。是我们曲解两位先祖的意思，才会造成今日的局面。其实我也一直认为，当初先祖不过是不忍看丁隐成魔，才会选择跟他同归于尽的。只不过，原来你一直认为是我们南海派是非不分，还污蔑姚阳池杀害了先祖，一心要为先祖报仇。难道不是这样吗？当然不是。当年血魔乱世，整个蜀山派都独善其身，唯我先祖以大义为先，甘心以一人之力对抗血魔，这份勇气谁人可敌？我相信瑶池堡主就是佩服我先祖的勇气，才不忍先祖成魔，甘心与他同归于尽。好，就算你说的都没错，可先祖毕竟是为了救丁隐而死，难道你们南海派就不该因此感到愧疚吗？为什么我们要觉得愧疚？我先祖是为救天下人而死，该觉得愧疚的是天下人才对。你我之间尚且有如此大的争执，又谈何能消除两派之间的歧见呢？我相信只要有心，两派迟早都能分得清楚真正的是非。先祖之间的恩怨，或许能分得清楚，可我爹因为你们南海派而死，这份仇恨恐怕我娘一辈子也忘不了。这倒也是，我爹也为师姑的死耿耿于怀，一心想找仙宝，讨回公道。说实话，我也想过要报杀父之仇，可一想到为此又不知道要牺牲多少无辜的弟子，我真的于心不忍。大哥，你不是去救人吗？怎么不救了？我觉得他们关系还行啊。大哥是不是看他们有意和解，所以想让他们多相处一会儿，有助于化解两派恩怨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没错，他们确实是我们撮合两派合力除魔的最大希望。只不过，我不想把宝只压在他们两个人身上。大哥想怎么做？借仙不是说过吗？他们好久没打照面了，如果想和解，至少先坐下来聊一聊吧。
慢点。红雪，红雪，大师兄。丁晓峰。大师兄，丁少侠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让你杀了他。他们南海派都是忘恩负义之徒，跟他们讲什么情义？他们怎么样我管不着，可我必须感恩图报。况且你没看见他受伤了吗？我也不能让你背上乘人之危的骂名吧。我无所谓，我只知道我要服从师命。我今天必须要杀了他。你给我让开！央姑娘，我虽伤了一条腿，也不一定会输给他。狄仁飞，既然你想打，动手吧！哼，算你还有点骨气。好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！你，央姑娘，我说过要护你周全，就一定要做到，谁也休想拦着我。好，这次我就当是帮你还他这个人情，但出谷之后，我绝对不会饶了他。哼！姐，红雪，师姐，师姐，红雪师姐。师傅，那边看起来地势空旷，师姐应该不会在那边，要不咱们去谷底那边找找。师姐，师姐，红雪师姐，师姐，红雪师姐。哼，该找的人没找着，却蹦出来一群妖魔鬼怪。放肆！娘，红雪，娘。大哥，看他们动手的架势，是恨到骨子里了。想要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，恐怕比降妖还难。要想让他们坐下好好聊聊，必须先把这个火撒了才行。话糙理不糙。哎，不是，然后呢？你们这是看热闹不嫌事大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大哥，咱们就来个以毒攻毒，我先过去把他火气灭了，再由你好好调教。不准！别轻举妄动，我只问你女儿几个问题：为什么你平安无事？我儿子呢？丁掌门，请放心，丁少侠他……爹，师兄，你千万别伤害央姑娘。没事吧？爹，师兄，你没事吧？爹，我没事。我这条命是央姑娘救的，幸好您没伤害她，否则我们岂不成了恩将仇报之人？你们南海派最大的本事就是恩将仇报，错杀恩人也不是什么稀罕事。哼！幸亏你女儿不像你这样阴狠狡诈，否则我的儿子还焉有命在啊！你好大胆子，竟敢在我面前暗箭伤人！
住手！红霸大叔好。好个屁！没看我忙着吗？让开！二位都是两派的大当家，在两派弟子的面前这样斗气，传出去就不害臊吗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仙宝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废话。宗门之间的事，你们少插手。要不是牵扯血魔，我才不愿意管闲事呢。我南海派底蕴深厚，根本不怕血魔。哼，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老红毛，要不是我大哥出手，你们两派弟子早让血魔给灭了，还好意思在这说大话？你们身为斩妖士，却让血魔危害人间，本来就是失职，还好意思跟我在这邀功？斩杀血魔，确实是我们的职责，但是，血魔是跟你们两派有仇，他现在死而复生，不会来找你们报仇吗？仙宝自有对付血魔的办法，不需要你来关心。大姐，当年央瑶池都没能彻底斩杀血魔，你确定你有这个实力吗？虽然我实力不及仙祖，可以身为道的决心绝不会改变。我相信，集仙宝众人之力，肯定对付得了血魔。说得好。可是，如果你们两派联手，那不是更有希望斩杀血魔吗？哼！我仙宝宁可与血魔玉石俱焚，也绝不跟南海派合作。就算你愿意，我还不愿意呢。想当年，仙祖就是跟仙宝合作，才受了央瑶池的暗算，不幸丧命。这血淋淋的教训，我们南海派不会再犯第二次。走！为老不尊！你跟我一样的老。哼！你是聋了吗？你没听到人家刚刚叫你大叔，叫我可是姐。回仙宝。走。混账！谁给你那么大的胆子，居然敢！暂时放下宗门恩怨，一起抗击血魔才对。你想气死我吗？你！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跟仙宝合作，才能保住我南海派吗？爹，我跟血魔交过手，我敢保证，没有任何一派的力量能对付得了他。唯有同心协力，才可能会有生机啊！混账话！你刚才没看到杨铁梅那嚣张跋扈的样子吗？难道还要我低三下四跟他合作？不用低三下四，我们只需要表达自己的诚心。住口！杨铁梅能够对付掉血魔，难道我不如他？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，仙宝和南海派除了仇恨，再无瓜葛。尤其是你和那个丁晓峰，不准再有任何纠缠。
娘，其实我觉得那个斩妖士说的有道理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南海派联手起来，一起对付血魔呢？那个丁晓峰到底是怎么蛊惑你了，让你对两派联手的事这么上心？娘，你误会了，这跟丁少侠没关系的。其实这种想法我早就有。住口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仙宝自有对付血魔的办法，不需要跟任何人联手。你给我听清楚，一定要和南海派划清界限。我绝对不允许你步上你爹的后尘。这两个老顽固，韩嫣，你快来劝劝大哥吧。咱们别在这两派身上瞎费劲了，还不如另寻出路呢。大哥有什么想法？完了完了，大哥跟韩嫣都疯了。血魔这边一直毫无动静，他一定是在伺机动手，我们一定要赶紧想办法。我觉得，咱们可以兵分两路，我上仙宝，你去南海，至于怎么说你来定。但是要让两派相信，只有两派选出心灵相通的人，才能使出双剑合璧。可以。不过，咱俩换一下，我去仙宝，你去南海。啊？为什么呀？这个仙宝弟子确实个个会行医制药，仙宝当中更是灵丹妙药，奇珍异草无数，能救人于危难，亦能医治世间百病。那可有变换男女性别的灵药？这柳道友竟有如此需求？不是我，是我大哥。哦，钟道友铮铮男儿，为什么要变成女人呢？这我也无从得知，只是他也不好亲自来问，所以就让我私下询问一下。哦，原来如此。还望李道友不要声张啊。你笑，你还笑？那这样，我在剑仙面前还怎么面对他？这都是小事嘛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韩嫣此次一定不负大哥使命。大哥，别气呀！如果你能把韩嫣变成男儿身，那也算是功德一件呐。你呀，这次可得好好完成任务，不然我在剑仙面前，就算是跳进黄河，我也洗不清了。是，一定一定。起来吧。是。你把无极剑藏到哪里去了？堡主，弟子觉得丁隐愧对瑶池仙祖，因此将剑长埋于仙宝遗迹的下面，代表丁隐以谢罪之心，永远叩拜瑶池仙祖。丁隐确实应该谢罪，不过此事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，以免节外生枝。是。红雪，大师兄，我娘没有继续为难你吧？她只是说了我几句，没事儿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让我立功才去道剑的。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做这么冒险的事了。这次确实是我鲁莽了。红雪，你放心，以后我再也不会做让你担心的事儿了。怎么了？大师兄，你能不能把无极剑还给南海派啊？
你快进去吧。是你啊！见过姑娘。那日见到道长时，实在不合时宜，也没来得及跟你说声谢谢。谢我什么？谢你那日救了我呀！啊，举手之劳，无足挂齿。师祖，难道我选择放下仇恨，化敌为友，就是大逆不道吗？当然不是。丁隐，如果真的是如此心胸狭隘之人，也不会成为受众人仰慕的一代剑仙。道长虽对南海派有恩，可擅闯祖灵禁地，实在不合适。血魔一旦发疯，整个人界都不得安宁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两派还要内斗，岂不是更不合适吗？你要是来当说客的话，还是赶紧回去吧。我们堡主是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多谢刘姑娘关心，不过今天这件事，无论成与不成，我必须见杨堡主。劳烦刘姑娘代我通报一声。道长，我特意好心提醒你，你怎么……雀儿，有客来访，通报便是，哪儿那么多话？师姐，师姐，这刘道长与咱们有恩，我是怕师傅这脾气一上来了，给他脸色看，肯定没有他好果子吃啊！在背后乱议堡主，是第4该做的事吗？道长，请随我来吧。多谢姑娘。你这是自找挨骂。当年先祖为了拯救苍生，甘愿牺牲。100年来，仙宝弟子一直引以为傲。虽然我修为不及先祖，也不敢有违祖训。当然愿意挑起斩杀血魔的重任。堡主大义，确实令人佩服。谬赞了，我可以答应与你联手除魔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堡主请讲。仙堡与南海派势不两立，这个立场绝对不能改变。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出手干预。我们志在除魔，只要有合适人选，当然不会插手宗门矛盾。仙堡100名弟子自幼相处，情同兄弟姐妹，我相信在他们之中一定可以找出心意相通之人。天下人都认为是仙宝导致了两派水火不容，其实不然，真正让两派水火不容的原因，却是我师姑耿云和仙宝的良泽，而这个良泽正是央铁梅的丈夫，也就是央红雪的父亲。当央铁梅的母亲登上堡主之位后，下令良泽入赘央家。可良泽成亲之后，还与我师姑藕断丝连。央铁梅的母亲发现他们私会，气得以门规处死了良泽。我师姑听到良泽的死讯，伤心过度，竟然选择自刎殉情。天下男子这么多，你为什么偏偏喜欢既懦弱又没有担当的良泽？他不仅害得你名节受损，死后还不能与列祖列宗同葬。如今看到你这座孤坟，我这个做大哥的，我怎么能不心痛？我知道你对良泽无怨无悔，可我还是要为你叫屈。云儿，我不能公然为你报仇，可是我绝对不会忘了这份深仇大恨。看来你们两派之间的矛盾，比我想象之中要复杂很多啊。师姐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
没想到他真的能说服师傅，害得我还跟着瞎担心呢。我娘啊，看起来很固执，但其实心中还是以大义为先的。师姐，要我说，找2个心意相通的人其实没那么麻烦。咱们俩就是。少来啊！别扯上我。我看呀，你跟戴志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你别胡说，我宁可把7窍都堵上，也不想跟他心意相通。师姐，你这么嫌弃我，是不是觉得只有大师兄才能配得上你啊？雀儿，以后这种玩笑不许再开了。你应该很清楚的，我对他只有兄妹之情。以后你要是再敢乱说这种话，小心我把你的嘴给缝上。可怜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大师兄这份心意啊，恐怕要碎了。你还乱讲是不是啊？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看我怎么收拾你！我错了。斩杀血魔的事情已经不能再拖了。现在重中之重，就是先在南海派选出心意相通之人。这倒也不失为权宜之策。只要不提与仙宝联手的事，我有信心能说服我爹。有什么消息，你通知我。魔气怎么会突然外泄？这要是让钟云飞发现了，岂不是要前功尽弃？怎么没有了？难道是我感应错了？妖王，魔音怎么会变得如此狂躁？天狗10日将近，魔婴即将成型，所以气息才这么不稳定。亏了我提前想到了，引开了钟云飞的视线，要不然还真瞒不过他。我还是守在这里好了，以免再出意外。这倒不必，你只要全力对付他们3个人，不让他们闲着就可以了。我会用结界封住魔婴，以免魔气外泄。对于他们3个人，除了钟云飞以外，还有1个人，你要格外的小心。谁？柳寒烟。这个人生性多疑，心思缜密，工于心计。钟云飞有他辅佐，乃是我的一大隐患。不如让属下去把他给除了。蠢！我是想除掉他，但是不用你亲自动手。那妖王打算怎么办？你可知道，这个柳寒烟并非男儿之身。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想不到他转世之后竟变了性别，想必在他心中必有愤恨和变回真身的执念。我们只要利用他的执念就可以了。明白。
咱鼠辈赶来盗阵，出来应战。人呢？蠢货，连把剑都守不住，仙宝的脸都让你给丢光了。弟子无能，请堡主放心，无论如何，弟子一定把剑给追回来。追回来？你连夺剑的人都不知道是谁，怎么追？我说服了丁晓峰，韩嫣也成功的打入仙堡。出战告捷。我再给你们看样东西。嘿嘿。我悄悄地夺走无极剑，就是为了不想打草惊蛇。以你冲动的脾气，怎么没当场逼问他的动机啊？你刚跟杨铁梅达成了共识，如果我要再逼问幕后真凶是谁，你们不得撕破脸吗？你也有聪明的时候啊！我本来就很聪明嘛。哎，大哥，如果我把这无极剑还给红毛丁刚，他肯定会乖乖的配合我们的。那如果丁刚问我，这把剑是怎么来的？难道我说是在地上捡的吗？也是啊。这把剑就由我先保管，等到时机成熟之时，再物归原主。钟道友，不知找我所为何事？我来是有要事请求。请讲。姐姐，我想找您学习双剑合璧的剑法，以找出心意相通的两个人。好。不过，我这套剑法除了招式之外，还要辅以口诀。明白。蜀山有剑仙。何事？您说要在我仙堡挑选2位心意相通的人，那敢问，这心意相通的准则是什么？大哥，你总算来了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诸位，下面钟道长会为大家展示双剑合璧的剑法。此套剑法是测试心意相通的关键。来，大家要仔细看，认真的学，不仅要牢记招式，还要记熟口诀。蜀山有仙剑，青的剑，紫的剑，每天练一练，强身幼体剑，快火似神仙。记好我脚与脚之间的距离，最后剑尖一定要贴在一起。记住了吗？好难看呀！
大哥，你是在耍我们吗？这可是剑仙教我的。这也太……以这种方式能斩杀血魔？笑死他还差不多吧。你们，啊，杨堡主，您先别生气，我大哥可能是……你们谁先出来试一试啊？杨铁梅这个臭婆娘，她真的答应跟钟云飞合作？仙宝底蕴哪能比得上我们南海派？从废墟之中选拔天骄，简直是白费心思。你去告诉钟云飞，我南海派人才济济，欢迎他随时来挑，肯定比仙宝强得多。我立刻去通知钟道长。怎么？仙宝的弟子就这么没出息吗？连个如此简单的招式都不敢尝试？不是不肯，是不想嘛。哎呀，娘，不如杀了我吧。对呀，堡主，这个确实有点儿……哎，真让我练，我也宁愿去死。你们，他们两个宁愿死都不愿意尝试，看来绝无可能心意相通。柳雀，你出来。师傅，我头疼。废什么话，出来！戴志，哎，你跟刘雀试一试。是。还不快点开始！蜀山有仙剑，轻的剑，紫的剑，每天练一练，强身又体健，快活似神仙。真这么神奇？太好了！看来天道还是很眷顾人界，这么快就让我们找到了合适人选。这两个人虽然有潜质，可惜修为不高。你看他们双剑合并时，也没有爆发出多大的威力，除非有秘法提升功力，否则很难和血魔一战。事在人为。剑仙也说过，就算合璧剑术，也需要不断练习精进。至少，这两个人代表着希望。只要努力开发出他们的潜力，或许功力就能突飞猛进。大哥，这套剑术真能管用吗？我相信剑仙，也相信这套剑术存在的奥义。大哥，我一定尽心调教他们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丁刚已经同意让我去南海派挑选弟子了。不如我们来一个挑战，看看谁训练出来的弟子，最终能够在打败血魔的时候一展身手。好，接受大哥的挑战。
你看看你，非让我跟那个新命鬼心意相通，气死我了！救命啊！有刺客！救命啊！娘，凶手一定是为了阻止紫青双剑的合璧，才会暗杀刘雀跟戴志。这很有可能是血魔啊！依我所见，凶手所用的暗器和武功招式，应该是人界武修，绝不是血魔所为。柳道长说的没错，如果真的是血魔所为，刘雀根本没有逃生机会。既然凶手是人界武修，那我觉得南海派的嫌疑最大。为什么狄少侠这么肯定南海派嫌疑最大呢？南海派一直视仙宝为敌，一旦知道仙宝出现天骄，当然会不服气。为了阻止仙宝的壮大，他肯定会痛下杀手。按照狄少侠的说法，我倒觉得这事越来越复杂了。道长有何高见？若如狄少侠所说，仙宝一旦出事，南海派肯定首先遭到怀疑。这一点，丁刚比谁都清楚。我相信，他不管再怎么鲁莽，也不会做这种傻事吧。更何况，人选的事并没有对外公布，除非南海派在仙宝安插了奸细，否则怎么会这么快得到消息呢？仙宝弟子自小接受培训，绝不可能出现叛徒。会不会是有人心生妒忌，或是存心挑起两派冲突呢？道长，不会是在怀疑我吧？在没有抓到凶手之前，难道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怀疑吗？虽然我同意道长的分析，不过我还是认为凶手绝不可能是仙宝弟子。既然堡主如此相信，那我们都别急着下定论，以免遭人挑拨离间。好。哇，你们南海派还真是家大业大呀，连厢房都装得这么漂亮。来者是客，应该的。嘿嘿。哎，可不能杀！这只只是传信的老鹰。应该是寒烟，有什么事情找我们？戴志遭到暗杀，刘雀侥幸逃过一劫。虽然还不知道凶手是谁，不过可以确定是人界武修。如果南海派挑出人选，一定严加保护，以免再遭不测。另外，那个狄仁飞为人处事有些阴险，十分可疑。那央姑娘有没有事？我发现你还挺关心央姑娘的嘛。她救过我的命，我当然对她的安危关心了。哎呀，别说了，我懂，感恩、感情，傻傻分不清楚嘛。钟道长，凶手既然想破坏双剑合璧的计划，我想这一定跟血魔有关。这个凶手，要不然就是被血魔控制了心智，要不然就是出卖人界、为虎作伥的武修。怎么可能有人界武修甘心弑魔？怎么不可能啊？龙生九子还分3、6、9等呢，更何况人族了。人心本来就很复杂，
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，贪恋权势，泯灭良心之人，还真是不少。那我们南海派还选不选？选，不仅要选，还要隆重的选。惊蛇吗？为什么会对南海派发动公然袭击？这是我的疑兵之计。我知道，妖王是在混淆钟云飞的耳目。可如此一来，他们也知道是咱们妖族在暗中行动，岂不是更有防心？宣宝弟子之死，钟云飞一定会有各种猜疑。我之所以化暗为明，就是想要钟云飞他们认为。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双剑合璧之上，等他们发现自己的方向走偏了，恐怕连补救的机会也没有了。妖王果然高明，我一定会在天狗10日之前用尽各种手段，让钟云飞他们在迷途上疲于奔命。我们临时决定挑选弟子。血魔居然能事先安排伏兵，难道他真的在仙宝和南海派都埋有眼线？眼线很可疑，要不我们先从他查起。刘道长。刘道长，你睡了吗？我就知道你没睡呢。这些天啊，你辛苦了，我特意为你熬了芙蓉白玉汤，可以让你滋补养神，也算是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啦。姑娘言重了，是我疏于防范，才让你受到偷袭，我受之有愧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要不是你及时赶到，我这条小命早就没了。快喝吧。哎，我自己来。好喝吗？好喝。你爱喝就好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你的衣食住行呢，都由我一个人包了。我绝对会好好照顾你的。这个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吧？不麻烦，不麻烦。那你就先喝吧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姑娘，我有一事相求。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，你尽管说。是这样，我听闻咱们仙宝之中珍藏无数的奇珍异草，不知
有没有就是变换男女性别的奇珍异草啊？柳道长，你并非是我啊，是我二哥。二哥，王道长想变成女人啊？我二哥这个人最好面了，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啊！一定保密。但据我所知，这仙宝之中好像并没有这种药草。但是我会嘱托师妹们去打听打听，市集上也有一些药师经常会去贩卖一些山中名草，无奇不有。我们仙宝之中做药的药引子，也是从那些人手里收来的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些人不就……柳道长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出卖王道长的。要是有人问起，就说是我远房表弟好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姑娘费心了。能帮上你的忙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等我好消息。哎，好。看来我得尽快变回男人，以免滋生不必要的麻烦。哎呀，韩嫣呀，韩嫣，你说说人家小姑娘喜欢你，肯替你帮忙，啊？你为什么要出卖我呢？啊？哎，我都出卖过大哥一次了，我总不能出卖他2回吧？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二哥我不跟你计较那么多，让我也尝一尝这爱情的味道吧。你别贫了，你怎么自己来了？大哥呢？大胆，敢对主人无礼！废话，我们只有为道而死的弟子，没有干系世盟的畜生。有志气，不怕死，确实值得骄傲，不过却不是人的本性。只要你愿意奉我为主，我不但可以饶了你这条贱命，还能帮你提升功力，岂不是比死更有价值？好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以我的实力，还需要用欺骗的手段吗？好，那我就……哎呀，你瞎担心什么呀？大哥化成血魔试探狄仁飞，绝对不会露馅的。大哥，是出什么结果？这个狄仁飞不但不接受诱惑，而且还愿意以命相搏。看来他跟血魔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会不会觉得有什么疑点，所以故意装腔作势？我之前也仔细观察过了，全程他没有任何的犹豫。我觉得呀，是你对他的成见太深了。我确实对他有些成见，他身上疑点实在是太多了。我之前也觉得他有很多的问题，但是今日一试之后，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偷剑了。那大哥认为他为何偷剑呢？你们觉得他上次在山谷的时候为什么会突然情绪失控，当众偷袭丁小峰呢？嫉妒，绝对的嫉妒，嫉妒，嫉妒最能让人疯狂。他肯定是把丁小峰当成情敌，想先下手为强。行了吧，这
这时候反应就属你最快。我们这谈正事儿呢，你别那是什么情情爱爱的，行不行？不是大哥，你给评评理，我这认真分析呢，韩延静在这捣乱。十全大补丸，山中老药材，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师傅，请问你那儿有没有那种可以变换男女性别的药草啊？你要这种东西做什么？师姐，我是替别人问的，就是我那个远方的表弟。表弟啊？我记得你不是表妹吗？表弟和表妹不差不多吗？差不多。师傅，你说那这个药草，你要的这种东西啊，我这儿没有。不过我倒是听人说过，有一种叫欢喜幽的灵草，可能是你要找的东西。欢喜幽？这灵草啊，可治天下百病，但唯一的副作用啊，就是会变换男女性别。所以啊，就算有人患了重病，也不敢轻易尝试啊。不过，我也只是听说过，并没有见过，恐怕不好找。哎呀，那就拜托师傅一定要帮我找到这味药草，我到时候一定重金酬谢。好，我尽力。多谢师傅。哎。停！大师兄，前面有仙宝的人。别惹麻烦，我们避让一下。凭什么呀？咱谁怕谁呀？叫你让就让。靠边走。你什么意思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怎么？你们南海派这么霸道吗？我走哪条路，还要经过你们的同意是吗？哎呀，这保不齐一会儿动手啊！我们两派当街较劲，你不觉得丢人吗？你要是觉得丢人，好啊，道个歉，立马给你让路。你看这，你看。我娘说了，不准再惹事。你怎么还在做这种无谓之争？杨姑娘说的没错，有这精力，应该拿来对付血魔。我们之间有什么好斗的？我们走。走。师姐，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先跟他们走吧，我还有点事情，马上就回来。哎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感觉你会来找我，所以特地在这里等你。这算不算心意相通？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会来找你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应该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答应过你，会努力解决两派的恩怨。可我非但没做到，还差点和狄仁飞打了起来。你当然会怪我
没有遵守承诺。刚刚的事情怎么能怪你呢？要不是你有心回避了矛盾，事情根本不可能那么轻松的解决。我应该谢谢你才对。杨姑娘客气了。哦，我听说仙宝遭到偷袭，可能与血魔有关，你得多加当心才行。你们南海派最近也不平静，所以。你身为仙宝大师兄，竟然暗箭。狄仁飞实在太过分了，对付这种暗箭伤人的小人，就不该一再忍让。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是他先挑事儿的。行了，这件事绝不准让我爹知道，免得越闹越大。丁小哥，面对情敌的公然挑衅，你竟然能以大局为重，这种胸怀和气魄，我等望尘莫及呀！道长过奖了，一点都不过奖。我给你分析一下今天的事儿啊。其实今天这个事情呢，你最应该高兴了。虽然你受伤了，但是证明红雪心里有你呀。不，杨姑娘她只是……原本我还以为你只是单相思，现在看来，那个什么狄仁飞，哪儿凉快让他哪儿歇一会儿去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我也觉得那央姑娘对师兄挺真心的。你们啊，就别取笑我了。怎么能是取笑你呢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喜欢就是喜欢，有什么好害羞的？你说喜不喜欢？说呀。没错，我承认，我对央姑娘是有好感。哎，对了吧？只不过，我们现在两派连合作的机会都没有，又能谈其他什么事儿呢？哎，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，怎么能压制住你内心喷涌而出的感情呢？可是现在连人都见不到，还能怎么争取啊？你真是个榆木脑袋，怎么就见不着了？那央铁没管得住他女儿，管得了你吗？没吓到你吧？你怎么那么鲁莽？不知道夜闯仙堡很危险吗？我当然知道这么做很危险，不过，我得确定你娘没有因为白天的事情而责罚你，才能安心。师兄妹们怕集体受罚，所以决定一起隐瞒我娘。你放心吧。哦，你的伤不碍事吧？
有你的疗伤灵药，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？你怎么还留着它？对我而言，这个药瓶不只能救命，而且意义非凡。我当然要随时把它带在身上了。堡主，这阵子不太平，你们巡视的时候都谨慎着点儿。是。糟了，是我娘！哎，来不及了！上去啊，愣着干什么？快点！娘，这么晚了，您还没休息啊？吵醒你了吧？没有，我也刚躺下。我娘，您听我解释。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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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私闯仙堡，坏我女儿名节，今日休想活着离开！杨堡主，我和杨姑娘是清白的，您千万别误会。误会？你死了就没有误会了。杨堡主，请以大局为重，暂且放定朝霞一条生路。杀了他也影响不了大局。你答应过不插手两派之间的事，如果你要毁约，仙堡也容不下你了。娘，若你现在杀了他，势必会引起两派血战，请娘以宗门大局为重，放了他吧。他触犯了仙堡的门规，就得死。我宁可与南海派玉石俱焚，也绝不饶他。杨堡主，你要是再不让开，我就当你是决定与我为敌了。娘，其实。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承受处罚，我一定得再去一趟仙堡。你在往火坑里跳吗？傅曲说的没错，你现在去仙堡，不但求不了情，还会更激怒央铁梅。这个道理我当然明白了，但是你就放个100个心吧。那央红雪是央铁梅的亲生女儿，她怎么可能因为这件事儿杀了她呢？封锁住你的穴道，就是不准你步入你爹的后尘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休想离开仙堡半步。
娘，我求求你，你饶了梁泽吧！一定是耿云那个贱女人给他下了迷药，他才会做出违逆祖训的糊涂事。废话！要是他自己不愿意，那个贱女人迷得到他吗？他一定是迷失了心智。住口！外婆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杀我爹！娘，求求你了！你们母女俩磕死也没用。祖训重于私情，谁敢替梁泽求情，就与他同罪论处。外婆。杨铁梅在此发誓，定要让南海派为我们母女今日所受的耻辱付出代价。我们是来替韩嫣道歉的，请堡主息怒。哼，仙宝绝不会与不守信诺的人合作，请回吧。那日，韩嫣救走丁晓峰，完全是为了防止两派发生更大的冲突。强词夺理，丁晓峰私闯仙宝就是死罪，既然他出手干预，咱们就是敌非友。你也太霸道了！就算丁晓峰有错，也不至于是死罪啊！仙宝有自己的门规，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。不是，你总拿门规说事儿，只许你们草菅人命，不准别人行侠仗义了呗？夫君，不得无礼，我们是来登门道歉的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站在他那边说话呢？我这是跟他讲道理呢，他连宗门存亡都不顾了，我能不生气吗？夫君的话虽然无理，但是句句都是事实啊！大敌当前，难道门规比斩杀血魔还要重要吗？难道你要为了自己的义气，置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吗？钟云飞，我心意已决，你再危言耸听也没用。你为什么非要赌这口气呢？我倒是有一个两全的办法。我倒想听听，你有什么两全之策？既然我们都是想一心抗魔，现在最大的争执点就在于如何处置丁晓峰。那不如这样，我替丁晓峰与堡主一战，若是堡主赢了，我亲自押丁晓峰上门，让堡主随意处置；可若是我侥幸取胜，希望堡主能不计前嫌，继续合作抗魔。哎呀，有些人呐，觉得自己实力超强，你该不会是不敢接受我大哥的挑战吧？好，我答应你。
出火气来。杨铁梅可是凡人，要是把她打伤了，要遭雷劈呀！放心吧，我自有分寸。堡主，请赐教。你输了，希望你能信守承诺。我可不记得我给过你什么承诺。哎，你怎么不讲道理啊？堂堂一代堡主，居然不信守承诺，我也是长见识了。你要是不服气，尽可以杀了我。想让我妥协，除非你把仙宝遗迹的千年玄冰给化了。你要是不杀我，我们仙宝的事就少掺和。你，哎，你这个老妖婆！哎，大哥怎么样？赢了吗？赢是赢了，但是比输了还不如。什么意思啊？央铁梅气还没消吗？他消没消气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把我们憋了一肚子气回来。真是太憋气了！那个央铁梅就跟个不懂事的小姑娘似的，赌输了还赖账，还说什么不能跟女人讲道理。我呸！遇到这种女人中的极品，真是没办法。海燕，连你也没办法了。既然她无法改变自己的想法，那么他就成为改变时局的绊脚石，必须搬开。这块绊脚石可真的不好搬，搬不好还可能把自己绊倒。那也必须想办法破了它。连你都想用武力解决问题，这个央铁梅还是挺有实力的嘛。你不要随便误解我的意思，我从来不认为以武力压制央铁梅能够解决问题。可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必须用非常手段。钟云飞他们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您看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提早做好准备？有什么好准备的？我就不信，他还真能把千年玄冰给化了。堡主英明。我对红雪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，我是真心喜欢红雪的。好，
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我决定让你和红雪尽快成亲。多谢堡主。哼，不行，我绝不同意这门亲事。我现在就去找我娘说去。哎，师姐，师姐，你现在就算去找师傅，师傅也不会改变心意的。若是让我这样委屈嫁人，我宁愿去练那个双剑合璧，练一辈子。师姐，你不能自暴自弃啊！事到如今，还能有什么办法？要不，我帮你逃出仙堡吧，这样说不定还有一丝转机啊！怎么逃啊？我娘的风学手法非同寻常，别人根本解不了。再说了，就算逃，我又能逃到哪儿去啊？既然逃不掉，不如一死了之。呸呸呸！你说你连那样的剑法都拉得下脸去练，还怕什么别的困难呀？你先别着急，我有办法。我知道一个人，他肯定能解你的穴。没想到这千年玄冰如此坚硬，大哥耗尽了灵力，还是破不了它。要不我们再想别的办法，不能总跟这个玄冰较劲啊！哎，大哥，咱不能为了打个赌，把命给丢了呀！让我再试试。哎，大哥！你过来。哼，有种你就过来。哎，看着啊，我这可是赤手空拳来的，不是来找事儿的。拔剑那个，别看了，就是你，拔剑最快那个。有话快说。你快去叫柳道长来见我。你算哪根葱啊？柳道长可没空搭理你这小丫头。少废话。我和柳道长的关系可非同一般，你们要是敢得罪我，小心他收拾你们。哼，想用这么不靠谱的理由蒙事儿，没门儿。门儿都被你们几个傻蛋用来夹脑袋了，当然没门了。你别废话了，快去叫人。要是耽误了事儿，有你们倒大霉的。少跟我瞎扯，快滚回去！血魔。你蒙谁呢？哎，谁钱掉了？啊？人呢？那儿。血魔来了不着急，钱掉了倒挺着急，出息！把这女骗子给我扔回去！哎，干嘛呀你？救命啊！非礼啊！哎，柳道长，他们欺负我。他们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欺负！废话真多。什么？杨姑娘被逼婚？她宁愿去练双剑合璧，也不愿嫁给那个狄仁飞。二位道长，求你们帮帮我，一定要帮我把杨姑娘给救出来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救出杨姑娘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别着急，人是一定要救的，不过得想好该怎么救。这件事一定得考虑周全，
否则两派关系只会越来越僵。我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我一定得救她。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央姑娘被逼婚。那救出来又该怎么办呢？你能说服你爹让他留在南海派吗？就算你爹同意，央姑娘愿意留在这儿吗？到时候你又该怎么办呢？那我就只有再想办法，帮她逃出蜀山。没想到这个事儿让你们这么难办。没事儿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啊，对了，那件事儿如何了？啊，我一直想着师姐的事儿，忘记告诉你了。那位药师亲口跟我说，确实有欢喜幽这么一种药草。那药师还说了，这欢喜幽不仅能治天下百病，而且能救人于危命。只是因为有能变换男女性别的副作用，所以一直没有人敢尝试。彼之砒霜，无二哥之蜜糖啊！是啊，这王道长终于能如愿以偿了。我都替他高兴。不过什么？那药师也说，这欢喜幽生长在地势险要的后山峰，经常有妖兽出没，普通人自然是不敢去的。若是想得到这棵草，恐怕道长得亲自去一趟了。哎，那是自然。刘姑娘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你的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的。道长，你克制一点。哦，那你想怎么感谢我呀？我哎，你先别说，我想好了再告诉你。那我先回仙堡啦。哎呀，可不是嘛，感觉这个刘姑娘都快要以身相许了。切，我今儿心情好，不跟你办件事。哎，刚听见了吗？我要恢复真身，变成男人了。知道了，替你高兴。不过刚刚那个刘姑娘说仙草在后山峰，但是没说具体在哪儿啊。哼，就算把整座山翻过来，我也得找到她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赶紧去找啊！哎，等会儿，大哥还在闭关恢复功力呢，咱们就这么走了，这局面就留给大哥一个人啊。哎呀，也是啊，那怎么办？算了，反正我迟早能变回真身，不能急于这一时。哎，央姑娘的事，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，我们现在去找大哥。肯定有办法帮你渡过难关的。大师兄，我找红雪有话说，你先回房休息吧。红雪，你想说什么？我怕你被堡主责罚，心情不好，所以特意过来看看你。如果你真的关心我，就帮我个忙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去跟我娘说，你不愿意跟我成亲。对不起，这不是我的真心话。我不能违心的蒙骗堡主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说的。
你不是一直想找一个心意相通的人一起铲除血魔吗？可那个人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除魔未到，我义不容辞。可你我在那套剑法面前，连第一步都迈不出。你以为结为夫妻就可以吗？我不管你爱不爱听，但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。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话？我们之间除了这个目的以外，就没有一点别的情分了吗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一起练武，当然有师兄妹的情分。可除此之外，我对你再无其他的感情。而且我不希望因为我娘做的这个错误的决定，就影响到你我之间兄妹情。为什么我们成亲就是错的？难道让你嫁给那个丁晓峰才是对的吗？你如果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红雪，我知道，你的心里啊，只有那个丁晓峰。但是红雪，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对你，我一辈子都不会放弃。就算为此注定你会恨我一辈子，我也一定要娶你。只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想让两派联手，怎么会这么难呢？哎呀，这杨红雪要是像这条鱼一样就好了，想抓就抓，想放就放。你这是杀生呢，还是放生呢？红雪姑娘，谁？哦，刘某冒昧了，还望姑娘不要见怪。想来道长是关心我而来，怎敢责备？既然姑娘知道我的来意，那我就有话直说了。丁晓峰已为你安排好了住处，绝不会让你娘发现。不知姑娘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安排？请道长转告丁晓峰，他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我现在不能离开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也不愿意嫁给你师兄吗？我宁死也不会嫁给大师兄，但我也不会为了逃婚而接受南海派的帮助。这同样都是逃婚，有什么区别吗？区别在于，我若接受了南海派的帮助，就等同于背叛仙宝。可我绝对不会为了任何人、任何事情而成为宗门的叛徒。红雪姑娘，婚姻是你自己的人生大事，与宗门大义无关。况且，你只是暂时离开仙宝避避风头，并未归顺南海派，并不算是背叛师门啊。纵然道长说的有理，可我若是现在离开仙宝，还是要背负上不忠、不孝的骂名。啊，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。想不到这对母女都这么倔强固执，比那个什么千年玄冰还要难破。我们之前从来没有试过将两派弟子相互配对，那我们又怎么知道不会出现奇迹呢？可我们怎么试呢？丁刚和央铁梅仇深似海，连撮合他们见面都难。既然他们不相见，那我们就逼他们见面。大师兄，你真的放弃了？我能理解，
央姑娘的心情。宗门弟子的确是宁肯死，也不愿背上叛徒的罪名。嗨，这办法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？只要你胆子够大，肯定救得了央姑娘。你有什么主意啊？你想想看，我们要是能把狄仁飞给打残了，打得他半身不遂，哼，我看他还成什么亲？那我就杀了你，丁小峰，一样可以解决问题。原来无极剑是你偷的！要不是你无能，我又怎能盗得了这无极剑？像你这样的窝囊废，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争红血？大师兄，这贼人今天竟自己送上门来，别说是为了央姑娘，就算是为了无极剑，也休得放过他。我怎么会让红雪嫁给一个贼？今天你休想能活着离开南海派！我既然敢来，就有底气能杀了你。我不光要让你死，我还要让你死在这无极剑下。我要让你死得屈辱，死不瞑目，死得气得活过来，再死一遍。你废话还真多呀你！哎，别追了，我一定要把无极剑给夺回来。这什么情况？放完狠话人就跑了，有毛病吧？我看有毛病的是你们两个。抓贼也得动动脑子呀！就算你把无极剑从狄仁飞手里抢回来，那央铁梅，他可以耍无赖呀！到时候死不承认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所以啊，不能贸然行事啊！要不，找你爹商量商量？天都快亮了，大哥还没回来，不会露出破绽吧？大哥，丁小峰没起什么疑心吧？他那么想要无极剑，当然不会看出破绽。而且父亲最会煽风点火，咱们的第一步棋算是成功了。简直是欺人太甚！狄仁飞不仅盗剑，而且还行凶袭人，简直就是目中无人。对，要不是央铁梅那个老妖婆在背后唆使，他狄仁飞敢有这么大的胆子吗？央铁梅竟敢明目张胆地踩在我头上，我绝对不会轻饶他。爹，我觉得这件事大有蹊跷，央铁梅再怎么狂妄，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挑事，恐怕是狄仁飞别有居心，故意制造矛盾。废话！狄仁飞是仙宝的大弟子，就算不听央铁梅指使，他也脱不了干系。找不回无极剑，我就血洗仙宝。爹，还是跟钟道长商量之后再做决定吧。南海派，我说了算。你马上召集众弟子，即刻兴师问罪。师姐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会敲响震天锣？丁掌门带人来攻打仙宝了。那丁少侠来了吗？来了。哎，师姐。先派狄仁飞夺得无极剑，然后又唆使他刺杀我的儿子。今天不给我个交代，我将你的仙宝烧为灰土。想闹事就别找那么多借口，
就凭你还灭不了我仙宝？灭不灭得了，要打得过再说。我今天就算是粉身碎骨，我也要拿回无极剑。狄仁飞，你昨晚不是放话说，要让我屈辱的死在无极剑下吗？不是要让我死不瞑目，死得气到活过来再死一遍吗？现在怎么像个缩头乌龟一样，不敢说话了？混账！我何时说过这般话？还说昨夜我去找过你，栽赃嫁祸，你也要有个度。你要有本事，就站出来跟我一战，少在这用肮脏龌龊的手段破坏我仙宝的声誉。哎，说你是盗剑贼，那可是表扬你啊！哎呀，这个贼呀，还有贼的道义呢。你要是不肯认罪，害得宗门血流成河，恐怕连贼都瞧不起你啊！哼，他进得央铁梅真传，耍赖无耻，自然也不会差。你要是不认罪，那就打到你认罪为止。今天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这么嚣张！好，那你我就单打独斗，顺便解决一下百年的恩怨。既然你们想自取灭亡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！包主，娘，爹，包主，爹，包主，娘，包主，丁小峰，都怪你！你把我爹弄哪儿去了？别吵了！我真替丁隐和杨瑶池感到悲哀。当年他们还有资格与我一战，可如今你们居然连我一招也破不了，不觉得惭愧吗？你趁人不备，你算什么能耐？有本事，咱俩面对面的打一场！卑微的蝼蚁，还大言不惭地想要铲除我。等你们有本事逃出去，再继续做梦吧。现在你爹和我娘都被血魔掳走了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团结起来，一起想办法救人啊？想救人，就得先拿下狄仁飞。要不是你借故闹事儿，人怎么可能被血魔掳走？若不是你事先偷走无极剑，我爹会带人来火拼吗？我呸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你就是看不惯我和红雪成亲，故意找茬闹事儿。那又如何？我看你啊，就是血魔的内奸。说，把无极剑藏在哪儿了？大师兄，事到如今，只有勇于认错，才能让两派联手起来。要不然你把无极剑还给南海派吧。别胡说！狄仁飞，你看，我说就是你盗的剑吧？好，我承认，是我让飞天蜘蛛去盗的剑，但是剑已经被别人给抢走了。我原本还不知道是谁盗的剑，现在看来应该就是血魔。你就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，你干脆说是血魔扮演的你刺杀的丁小峰，就是为了挑拨两派的冲突，趁机绑走两派掌门。你在这胡说八道，挑拨离间，到底什么目的？我说了，剑是我偷的，其他的事跟我没关系，你爱信不信。你，丁少侠，虽然我大师兄有错在先，但是我们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团结起来，毕竟救人要紧啊。
第2步棋也成功了。没想到我没有抓到血魔，却已经冒充了他2次，想来也是大讽刺了。可大哥的目的是为了行善，希望这一次，丁刚和央铁梅可以从中得到教训，也不枉我一番苦心，让他们2个在魔洞里面患难见真情吧。大哥，这次2派可是被我们搅成一锅粥了，我们可不能管杀不管理啊。走，这就去收拾残局。钟道长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吧！我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但是能不能成功，就要靠你们自己了。只要能救回我爹和央堡主，不管多么困难的事，我们都愿意去做。对，我们都愿意去做。我们都愿意，我们仙宝派也愿意听从道长的安排。那好，这可是你们自己说的，如果到时候赖账，我可就撒手不管了。道长放心，只要办法可行，我们一定全力以赴。我的办法就是从2派当中选出心意相通的2个人，使出双剑合璧，就可以铲除血魔，救出2派的掌门人。我们南海派愿意放下私怨，以救掌门为先。对，以救掌门为先。大师兄，道长，只要能救回我们堡主，我们愿意接受试炼。以你的修为，想突破这结界，简直就是个笑话。你除了说风凉话，你还能干什么？难道我像你一样站在这儿等死？你怎么知道我就是在等死呢？你阴阳怪气的，难道你有什么好的想法？说出来，咱俩商量商量，然后一块打出去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就是先杀了你，再自己逃出去。你疯了吧？就算你真有本事杀了我，凭你自己的力量，你能打出去？哼，不就是个结界吗？他也想困住我。我只是不想辜负了钟云飞的好意，才留在这儿的。哼，是血魔抓了我们，关钟云飞什么事儿啊？无知的蝼蚁！如果真的是血魔抓了我们，那我又是谁？你，原来你是血魔！我就是拼得一死，也不能让你阴谋得逞！这也太可笑了吧！钟云飞自作聪明，居然冒充我制造事端，想达到2派同仇敌忾的目的。我一定要让他尝尽苦果，尝尝被愚弄的耻辱。钟云飞，当你发现是央铁梅杀了丁刚，我看你还怎么让2派再合作？蜀山骁勇仙剑，新的剑，死的剑，每天练剑，强身又体健，快活似神仙。道长，若能替我解穴，我请求一试。红雪，我来。丁晓峰，我来跟你试。
谢道长替我解穴。这个剑法虽然奇特，想使出最后2招，更是难上加难，因为它靠的不是天赋，也不是努力，而是那么一丝丝的机缘，而这个机缘就是心意相通。为了救出我娘，我愿意放下所有偏见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会选择丁晓峰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红雪姑娘，缘分有时候确实是说不清楚的。大概是因为他见过我最狼狈的样子吧，所以在他面前再怎么出丑、狼狈，我都觉得无所谓。此情双剑为何如此躁动？双剑如此异常，恐怕是感应到了魔气。元婴居然已成魔影，如果不能及时毁灭，恐怕人间在劫难逃。但愿钟雨飞能早日找到心意相通之人。强身又一剑，快活四神仙。慧眼啊！那也要多亏了你天衣无缝的计划。哎呀，要不是我戏演得好，那两派就没法在一起接受试炼，咱们的计划怎么会那么轻松的就顺利完成呢？人家韩嫣是会利用你爱煽风点火的潜质，你有什么好嘚瑟的？这让你夸我就那么难吗？三位道长，先来吃点东西吧。哇，好香啊！刘姑娘的手艺真是不错哎。哎呀，日后谁要是能找到像你一样聪明伶俐、小巧可爱的姑娘当妻子，那可真是他修了8辈子的福啦。那日后要是谁娶了像王道长这样有趣的姑娘做媳妇儿，也是有福气啦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没祝贺王道长呢，即将美梦成真啦，开心吗？不是刘姑娘，我其实我开心死了。没想到我们会是天道选定的人，看来我们真的很有缘分。其实我早就觉得我们有缘分，好像冥冥之中注定了。行了，别得寸进尺。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摒除杂念，好好习得剑法。钟道长说了，
这第一关就是要培养两个人的默契程度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彻底的发挥双剑合璧的威力，才能尽快的斩杀邪魔，救出你爹和我娘。可是，我们要如何培养默契？我有办法。双剑的剑尖若能同时抵住这枚铜钱的方孔，便算得上是默契。这会不会太难了？怎么？你怕了？能与你心意相通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出剑！我知道钟道长喜欢喝2杯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。刘姑娘有心了。谢谢刘姑娘。好酒啊！你喜欢就好。我还给你们做了柳道长最爱的芙蓉白玉汤，这就去端。这个最补了，你最近辛苦了，多吃点。哎呀，这个最补了，你最近辛苦了，多吃点。哎呀。这个最补了，多吃点儿。你们俩吃你们的牛肉吧，有肉都堵不住你们的嘴。不过我感觉有人照顾我挺好的，是吧？哎呀，我可羡慕死寒烟喽。哎，要不等你变回男儿身，干脆顺水推舟的就把刘姑娘给娶了，怎么样？不许哥哥。你最近是有点皮痒了，是不是？柳道长，你看看你。哎呀，你也赶快吃吧，吃完还得当保镖去呢。给谁当保镖？好不容易把人找着了，你就不怕血魔偷袭吗？没错，他们2个不能再出事了。你们慢慢吃，我去当保镖。哎呀！刘姑娘的鸡腿好吃。哎，大哥，如今人选的事儿也解决了，我想那2位掌门，他们也斗得差不多了，也该放出来了。希望他们2个在里边已经都化敌为友了。但愿如此，否则还得多关几天。是啊，我们先暗中观察。再做决定。不好，结界破了！快看看。尸身僵硬，已经死了几个时辰。这是我们仙宝特制的养灵丹，不仅可以防止瘴气入侵，还对你的腿伤很有帮助。从伤口来看，应该是被央铁梅的柔剑所杀。央铁梅和丁刚的武艺相当，如果是央铁梅杀了丁刚，他们至少要经过几场激战。可是这个地方根本没有打斗的痕迹啊！而且以央铁梅的功力，根本破不了这个血域大阵。他又是怎么出去的呢？难道是血魔识破了我们的计划，控制了央铁梅，杀了丁刚？如果是这样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
我们必须赶快回仙堡，以免他对丁小峰和杨红雪下毒手。今天怎么约到这里来练剑啊？我不是为了练剑，是有话想跟你说。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不，我有事。你给的药有副作用。怎么可能？这药不仅能治皮肉伤，还叫人心里不好受。你心里好不好受，跟我的药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。你说，你往这药里添加了什么奇怪的东西？用完之后，我竟然就喜欢上你了。你胡说八道！我嘴上胡说八道，可我的心没撒谎。既然天道注定我们心意相通，我当然能看出来你没有撒谎。你这么说，是没有拒绝我的意思啊？不过，你应该心里清楚的，这条路很难走下去。我不管这条路有多难走，我也不在乎结果如何，只要这条路上有你陪着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好，只要你有这个勇气，我就会一直陪你走下去。大哥，不管杨铁梅是否被夺舍，或者他是帮凶，他都该杀呀。如果换作是你，被血魔夺舍而犯下罪行的话，那你觉得自己该死吗？我肯定会屈辱而死。那不就对了？如果杨铁梅真的被夺舍，那么她也是身不由己。她总不能为血魔去顶锅吧？可这……大哥说的没错，现在情况还没有搞清楚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。况且，这可是杀父之仇，我们现在除了瞒着他，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他一旦心生嫌隙，再想双剑合璧，可就难了。那我们这么做是不是太自私了？是，如果丁刚真的是被血魔所杀，那么他和杨红雪完成双剑合璧的话，就可以斩杀血魔，以报杀父之仇。可万一杨铁梅不是被血魔夺舍的呢？那就更应该一心一意的完成双剑合璧了。如果未能斩杀血魔，导致血魔荼毒生灵、残害百姓的话，人都死了，他又该找谁报仇呢？或者说，他自己都死了，又该怎么报仇呢？大哥，我觉得你说的挺有道理的。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有些自私，或许小峰以后会恨我们。不管他恨不恨，我们只能这样做。现在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还是应该把丁小峰和杨红雪交给剑仙，让他们远离仙堡，这样
才能避免节外生枝啊。堡主平安回来了。你们胆子也太大了，竟然敢趁我不在，让南海派的人堂而皇之进入我仙堡。娘，我们是为了救您和丁掌门，所以才会和南海派联手起来的。南海派早就归顺了血魔，我们全被他们给骗了。杨堡主，我们都亲眼看见我爹和您一起被血魔抓走，你凭什么诬陷南海派？哼，少在这给我演戏了，都是丁刚的阴谋，你会不知道吗？要不是他得意忘形，以为我必死无疑，我怎么会有机会先杀了他，活着回仙堡？什么？你杀了我爹？你爹甘心效忠血魔，死有余辜，难道我不该杀他吗？不准侮辱我爹！住手！你们先把剑放下，等了解完来龙去脉，再动手也不迟啊。丁少侠，放剑啊！海燕，快点逆小风走！丁少侠，快走啊！今天杨铁梅不死，是不会走的。你要杀他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快走！红雪姑娘是为了保护你，你可别犯傻。活着才有机会替你弟讨回公道。走！红雪心智不坚，你怎么也这么糊涂？难道我不在仙堡，你们把祖先都给忘了吗？请堡主降罪。哼！要不是你对仙堡还有用，我现在就以门规处置你。多谢堡主开恩，弟子一定尽心尽力，守护仙堡。虽然我杀了丁刚，可是血魔还会来犯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会开启护堡结界。堡主估计的对，一旦开启结界，任何人休想闯进来。你尽快准备和红雪的婚事，不可耽误。
此事，我担心红雪她……不用管她。儿女婚姻本来就应该由父母做主。她虽然是我的女儿，可她也是仙宝的弟子。为了仙宝存亡，非嫁不可。你爹虽然固执，但一生嫉恶如仇，他绝对不可能帮着邪魔祸害人间。所以你一定要替你爹洗刷冤屈。求三位道长助我查明真相，还我爹清白！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！我一定会还你爹公道，不会让他蒙冤的。祝云飞，你一心想斩妖除魔，守护人类，可你都干了些什么？你连眼前的人都保护不了，有什么资格以斩妖师自居？又有什么脸面去面对小风？丁大叔，我欠你一命，也不敢奢求你的原谅。但请你放心，在斩杀邪魔之前，我必当赌上自己的性命，去保护小风，保护南海派。大哥为什么不当众拆穿央铁梅的谎言，非得吃这个哑巴亏啊？怎么拆穿？就算大哥承认是他冒充血魔路人，又怎么证明丁刚是无辜遇害，央铁梅才和血魔有关呢？这个央铁梅这么狠毒，你说心得有多黑啊，才能那么理直气壮地诬赖丁刚？他是算准了大哥没办法证明他在说谎，更不能以武力逼他说出真相，所以才能如此肆无忌惮，先诋毁丁刚，再反将我们一军。大哥肯定都不想见到我们，这会儿肯定心里特别难过。难过也无法让丁刚起死回生了。我们现在该想想，接下来该怎么办。这个央铁梅明明知道我们已经对他起了疑心，他还敢回仙堡，肯定是为了阻止双剑合璧的事情。我们一定要保护好丁晓峰和央红雪，不能让最后的希望破灭。就丁晓峰现在这个状态，你觉得还能跟央红雪齐心练剑吗？唉。我不管这条路有多难走，我也不在乎结果如何，只要这条路上有你陪着，我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。只要你有这个勇气，我就会一直陪你走下去。
心意相通，又如何？我们俩注定有缘无分。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走到了尽头。我知道未来的路，就算我愿意，你也不会让我继续陪着你。也许我们都该回头了。大哥，仙宝上空已经布下了结界，我的幻影神识根本进不去。那可怎么办呀？我们现在连红雪是什么状况都不知道。这个央铁梅，城府可真够深的。这一招，看似是为了对付血魔，其实是为了封锁消息，让我们既不能得知仙宝的情况，更无法接近央姑娘。哦，他是想关起门来害人，我这就去把他的门拆了。哎，你回来干什么？哎呀，不是说好要冷静才能反败为胜吗？要你改了这个臭脾气，比对付央铁梅还难。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，你怎么冷静啊？你再冷静，那仙宝的人呢都冷死了。等等，央铁梅用结界封住仙宝，就是为了抵挡血魔。如果你把结界冲开了，那不是帮血魔开路吗？那就算央铁梅他们反咬我们一口，那我们也不能不去啊。那央铁梅真是被血魔夺舍，偷偷摸摸把红雪给杀了怎么办呀？那他直接杀了，不是更省事吗？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如果他只是想要阻止双剑合璧，为什么要设这个局？让我们两难，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呀？他肯定是想逼大哥出手破除结界，然后再栽赃陷害，目的就是让所有人以为我们是血魔的帮凶。就算我着了他的道，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？我觉得他肯定还有其他目的。客官，来看看啊，您看这怎么样？您看这块啊，这颜色是不是？各位公子，大富大贵，请行行好。哪来的小乞丐啊？弄脏了我的布，快滚！来，你这脚比他还脏呢，你怎么不滚出去？我，来，谢谢姐姐。哎，小师妹，你看这料子，你师姐会不会喜欢？喜欢喜欢。哎呦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师兄，我肚子疼。你可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呀！快去吧。掌柜的，哎，茅厕在哪儿啊？茅厕在后边，后边，快去啊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。快着点儿。刘去，刘道长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啊，这不就见着了吗？哎，刘姑娘，不瞒你说，我这次急着找你，是想了解仙宝目前的情况。我们最近可惨了，堡主怕血魔又来偷袭，所以开启了护堡结界。我们就像笼中鸟一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，根本就不准离开仙堡。
那你们这次专程的绸缎庄来，该不会是为了办喜事吧？红雪师姐真可怜，师傅不管她愿不愿意，非逼着她跟大师兄成亲。娘，从小到大，虽然您一直对我管教严格，可却从来没有逼迫我做过任何事情。为什么这次您一定这么坚持，非要让我嫁给大师兄呢？就是因为我太由着你的性子，你才会变得如此任性。让你嫁给仁妃，不仅仅是为了宗门存亡，而是阻止你为了丁晓峰犯下忤逆祖训的大错。如果我嫁给大师兄，可以让双剑合璧，替人界铲除魔道，我定会义无反顾。可问题是，我根本就不相信夫妻必能同心的说法。不成亲，你怎么知道夫妻就不能同心？既然你如此大义凛然，有任何一丝希望，就都值得去做。照娘的说法，娘跟爹就该同心，可爹又怎么会做出背叛娘的事情来？你这个不孝女，竟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！女儿并没有忤逆母亲的意思，只是想证明，夫妻未必就能同心。住口！我和你爹不能同心，那都是因为他太自私，心中只有情爱，完全不顾宗门大义。难道你想和你爹一样，做个忘恩负义的人吗？为了天下苍生，不管你觉得多委屈，也得嫁给仁妃。请您转告红雪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阻止这场婚事。可是你们和堡主闹得这么僵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这是空间符篆，你让红雪随身携带，这样我们三兄弟就可以避开结界，随时进入仙堡。一旦红雪有危险，大哥也能有所感应。你拿着，赶紧回去吧，以免敌人飞起了疑心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事，那个药师又来找过我，说是有人在山上发现了欢喜柚。在哪儿？就在后山那片树林里，是一株红色的药草。那人本想采回去，刚想下手，被附近一只狼叫声给吓跑了，后来也没敢折回去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。哦，还有一事，那药师特意嘱咐过，说这欢喜柚世间罕有，100年来仅此一株，而且它生性脆弱，从生到死只有7日的期限，若是不赶紧去，那我马上……我马上让我二哥去就是了。啊，若是王道长去，也得多加小心。嗯，知道。那你赶紧回去吧。你要保护好自己。央堡主大驾光临，不知所谓何事？钟道长已在仙堡找到心意相通之人，所以特让我前来求借紫青双剑。他为何不自己前来？我还有事要跟他商议。血魔为了阻止双剑合璧，曾经杀了合适的人选。我们好不容易又找出了一对，钟道长怕血魔再下毒手，所以不敢离开仙堡，才会让我前来。这个血魔确实不容小觑，不仅将魔婴藏得如此隐蔽，而且连钟云飞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血魔又培育出了一个魔婴。前些日子，
我偶尔发现了魔婴的踪迹，本来想靠自己的力量将它毁掉，可惜不仅没有破除结界，反而误伤了自己的体魂。这个事情事关重大，不知道道长有没有告诉其他人呢？我伤势未愈，还来不及通知其他道友。原本我只是想骗取紫青双剑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魔婴的秘密，就必须得死。你是邪魔？你和钟元飞也太可笑了，算计了这么久，没想到会栽在我的手里吧？不但没有发现杨铁梅早已被我夺舍，恐怕做梦也料不到我会抢先一步拿到紫青双剑吧？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我就算是道消生魂，也不会让你夺取紫青双剑。双剑与你魂气合一，你若是死了，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紫青双剑了。可以死，但是也不会让你荼毒生灵。药王英明利用刘寒烟想要变男儿身的愿望，让他亲手把自己送上黄泉路。他到死也不会明白，那所谓的仙草，正是要他命的毒。等柳寒烟一死，钟云飞就痛失了一位得力的干将。我看他和那个没脑子的傅曲怎么跟我斗。可惜呀，为了避免被发现，我只能选用了慢性毒药，药效要在3日之后才能发作，还要再看他蹦跶3天，真是可气。是啊，可我倒觉得，看着他一点一点慢慢的死去，等到最后看着他无可奈何的样子，会更加令人兴奋。这个央铁梅做事情也真是够绝的呀。大哥，我知道现在说这个可能不是时候，但我们已经了解了仙草的具体方位。仙草如此易逝，我怕如果不尽快取得，我以后再难变回男儿身了。我理解，可是如果我们不能阻止这门婚事，就不能触发双剑合璧。你呢，又是我们3个人之中最会想主意的，所以你必须要和我们在这儿。啊，可是我欢喜哟，我来替你采。没想到韩爷这么快就能变回臭男人了。其实这样挺好的，秀色可餐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反正他现在不在，你说是不是觉得可惜呀？啊？是啊，可惜了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这么想的。好了好了，快找吧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总以为找到这个欢喜幽得跋山涉水。
确实挺平易近人的啊。是啊，挺平易近人的。我本以为剑仙能够自保，没想到他也逃不过血魔的毒手。剑仙一死，紫青双剑就绝世了，这剑都没了，还怎么双剑合璧啊？完了完了，人剑要完蛋了。我还没死。哎，天道护佑，如果你们再迟来一会儿，恐怕我的神魂就得消散了。姐姐，别说话，我现在没有多少时间。听我说，我是诈死，但因为留着最后一口气，所以你们现在还能看到我的神魂，但我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姐姐，你也先别说了。果然还有一口气。夫君啊，欢喜油不是可以救人的性命吗？对对对，快给剑仙。哎，剑仙，可是这欢喜油能救人性命，但是也会变换你的性别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。你说的可是欢喜油？正是。中道友，你还是让我死吧，我不想变成男人。哎呀，是男是女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区别很大。况且我知道，中道友最大的心愿就是变成女子，我怎能眼睁睁地剥夺你的梦想？哎呀，这件事情我以后再给你解释吧。大哥，那寒烟他……哎，救人要紧。这次就算钟道长他们再怎么有心，恐怕也改变不了我的命运了。师姐，我对钟道长他们很有信心，你千万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。雀儿，其实你仔细想一想，我娘说的并非没有道理。如果我真的一心想除魔，就应该抓住任何一个可以让双剑合璧的机会。那你该不会是要妥协了吧？并非妥协，我只是不想因为自己身处绝境，就放弃任何一个可以除掉血魔的机会。可是你跟大师兄根本就不可能。我跟丁晓峰也再没可能联手。师姐，再说了，我跟大师兄还没有练过那套剑法，说不准大师兄才是我们最后的一线希望。大哥，我们救了剑仙，他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？他应该是觉得自己要变成男子了，所以有些难过。剑仙，事已至此，我也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。是啊，说不准你还能变成个大帅哥呢。你就别在伤口上撒盐了。这次是我自己太大意了，才会遭到央铁梅的暗算。不对，确切地说，应该是被血魔夺舍的央铁梅。这件事情
7日之后，便是天狗10日。7天，7天，还有7天，就是我妖族尊临3界、一统万世的大日子啦！这次计划能成功，全靠妖王足智多谋。钟云飞带走杨红雪，就是幻想让双剑合璧。当他发现李一奇已经丧命，肯定会气得吐血。你也别太得意忘形。我想钟云飞已经知道杨铁梅已经被你夺舍，他即使毁不了魔婴，也不会放过你。妖王助我重生，就是想壮大妖族。只要能让魔婴顺利成型，就算我和钟云飞一起神魂俱灭，我也甘心。大哥，不如我们立刻赶去仙堡，只要杀了夺舍杨铁梅的血魔，就算是魔婴成型，那我们也不用担心了。只有双剑合璧，才可以让魔婴和血魔神形俱毁。更何况杨铁梅现在是血魔的宿主，如果我们杀了血魔，杨铁梅也会死。那这样，她岂不就无辜丧命了吗？可，这时间太紧了。是啊，我们只有短短的7日。夫君，我们现在要去找寒烟，应该只有他有办法。不是，大哥，找寒烟，仙草都没了。我现在最怕的就是见到他了。我也是。哎，寒烟，大哥夫君，怎么样？欢喜又找到了吧？快给我。那个大哥，你不是说渴了吗？刚才。对，我渴了。对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你们2个不能开玩笑啊！给给我，大哥夫君给我呀！给。你干嘛呀？给别人了。什么？给剑仙吃了。什么叫你害死了他？你今天把话说清楚，要不然你别想活着离开灵堂。当着我的面说清楚。小风，对道长不得无礼。丁掌门，此前是我做出了错误的决定，导致你白白送命，还背负骂名。我今日在此发誓，就算我粉身碎骨，也一定斩除血魔，以为你在天之灵。道长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其实，那日掳走你爹的血魔，是我假扮的。原来，你才是害死我爹的罪魁祸首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先别动手，听他怎么说。我们是天界斩妖师，为了斩杀血魔，
我与李一奇决定在两派当中选出心意相通的两个人。不可能，我娘绝不可能是血魔。说实话，我对你娘确实有意见，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你娘被血魔夺舍，她做出那种事情也是正常的，她被血魔操控也是身不由己啊。你凭什么认定我娘被血魔夺舍了？她杀了丁刚之后，就去偷袭李一奇，目的就是为了毁掉紫青双剑。要不是李一奇侥幸逃生，我们还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。怪不得师父最近变得怪怪的。师姐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师父以前就算再固执，但也不会这么不讲理，更不会把你往死路上逼。刚才是我太冲动了，请钟道长别放在心上。该道歉的人应该是我。现在他物归原主了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现在只有你和杨红雪联手，使出双剑合璧，才可以斩杀血魔。虽然我们要杀的是血魔，可要面对的却是央铁梅，要他面对亲手弑母的局面，这也太残忍了。为了救我娘，再怎么残酷的现实，我也必须面对。红雪，你们，大哥你放心，我已经把事情的经过跟红雪说清楚了。红雪，你真的能狠下心与你娘正面为敌？我只要你回答我，能不能和我一起对付血魔？只要你有决心，我定会义无反顾。哎，可是，他们要是发现红雪就被我们这么带走了，那个央铁梅，不，血魔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呀。他若发现红雪被带走，定会猜到我们已经识破了他的阴谋，届时便会对我和红雪下毒手，亦或连整个仙堡都会遭殃。那可怎么办呀？要是韩嫣在就好了。韩嫣，大哥，韩嫣不会来的。我有办法。这上面是你们两派的分界点。老话说得好，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，所以这里最适合你们秘密练剑了。这倒也是，相信血魔怎么也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练剑。这段时间你们的安全由我负责，谁要是敢竖着进来，我就让他横着出去。静心，人都给你带到了。你们俩就是丁晓峰和央红雪。见过李道长。未经训练就能与我神识交流，证明你们确实天资卓越，应该很快就会领悟剑法的精髓。那我现在是该叫你柳哥哥还是师姐啊？当然是师姐了。小心隔腔有耳。
但你还挺聪明的，想出这么高的招。但愿这样做能够瞒得住邪魔。柳道长啊，不，师姐，那既然我们要演戏，是不是该演得逼真一点？那当然了，肯定的。平时我跟我师姐都会睡午觉，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睡会儿，免得一会儿露出破绽来。啊，睡一张床就免了吧？你怎么突然变回来了？你不怕露出马脚啊？我跟你说啊，我这个化形术呢，只能维持半个时辰，所以你得给我把风去。有人来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再变回杨姑娘，听明白了吗？那是不是说我这段时间都要一直时时刻刻、寸步不离的陪着你啊？不是，你寸步不离，你怎么把风啊？还上外边儿我还以为这段时间终于可以跟你形影不离了，没想到还是可以道歉。去吧。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今天杨铁梅不死，我是不会走的。剑先吃了。如果你是我想你也会这么选的。你以为你多了解我？我当然了解你。你不是我告诉你，不了解我的感受，你凭什么替我做选择？是我不是你，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我没说过我见死不救。你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能想到办法的。既能救他，我也能变回男人。不能想，一想到这儿，真恨不得掐死他。你说韩爷现在是不是想掐死我呀？岂止啊！我宁可被他掐死，也不愿意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担心？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？唉，你我还不了解韩爷那小子。平日里人模人样的，一旦发起疯，跟狗似的。想都不敢想啊！现在只求别有人去骚扰他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天杀的钟云飞，有你这么对待兄弟的吗？别让我再见到你，否则我一定会撕了你！你干嘛呢？大师兄，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呢？你管我睡没睡呢？啊，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睡不着，出来溜溜弯。睡不着。睡不着就去练功场练功去，别在这瞎晃悠啊！让开让开，别在这碍眼。大师兄，师姐已经睡了，要不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？啊？
是你瞎呀，还是我瞎呀？啊？这灯明明亮着，你告诉我他睡了。干什么？嘘，你没他长得帅。啊！原来我竟然输在了脸上。怎么，不服啊？不服去投胎呀！说真的，这回要不是堡主做主的话，我真的已经打算要放手了。喂，难不成你还想让我夸你啊？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你要真是个男人，就算天王老子来压你，你也不应该妥协。我遵从使命，真心待你，我有什么错？我不稀罕，所以你做什么在我眼里都是错。红雪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我发誓，我会用一辈子的时间来证明我有多喜欢你，我有多爱你。去死吧你！我本来以为我已经爱得够疯狂的了，没想到大师兄比我爱的还疯。但是你比我们都疯。对不起了，兄弟。为了让你们的神识更加契合，你们要感受彼此的心意，从5种滑板之中选出相同的颜色。即使你们的天赋再强大，也不可能一蹴即就。要专心用念力交流，千万不能急躁。再试一次。
真倒霉！大师兄心眼最小了，肯定会找借口修理我。我该怎么避开这个讨厌鬼呢？柳道长，刘雀姑娘，开饭啦！今天狄仁飞可有什么异状？真是太可笑了！刚才我不小心在走廊上遇到他，我还在想我该怎么躲呢，结果他溜得比我还快。他这2天恐怕是不好意思来了。他若是一来拖上多半个时辰，那我还真得露了馅儿。那要是堡主来了，说上半个时辰以上的话，岂不是就要露馅了？那有人来了，你快去看看。啊！刘姑娘，我有事情想单独跟韩英聊聊。我正好要出去把风。哎，我不想见你，你走吧。韩嫣，更不想听你道歉。我可不是来道歉的，我又没有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钟云飞，你是不是吃错药了？你才吃错药了呢！我早就跟你解释过了，我当时是没得选。你，倒是你，每天呀，跟个受气包一样，而且还是一个闷包，感觉全世界都对不起你。钟云飞，我看你就是找抽！哎，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怎么，今天说不过我，动手了？好你个钟云飞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一直保持沉默，我就真的好欺负了？你千万别保持沉默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免得憋出内伤。你给我等着！哎，过来！你说，你过来，你别跑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憋出内伤。你再给我说一次，再说一次！憋出内伤。你等着，过来！堡主来了！师姐，师姐，堡主来了！师父，我师姐她……滚开！娘。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那个男人呢？男人？什么男人啊？我刚刚在练功啊。练功？蒙谁呢？娘，孩儿被逼婚，心里苦闷得很，想砸砸东西，泄私愤也不行吗？有本事，你就把仙宝给我拆了；没本事，乖乖给我成亲。你们先把衣服放这儿吧，我一会儿自己换。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我今天一定要亲眼看你换上。
娘，你满意吗？嗯。吓死我了！柳哥哥，没想到你穿女装还挺妩媚的。这时候还有心情说笑呢？刚才真是太惊险了，你和钟道长聊得好好的，怎么还打起来了？兄弟之间打打闹闹呗。行了，别说这些了。哎，对了，到时候拜堂成亲的时候，你怎么应付啊？那能怎么应付啊？为了不让血魔起疑心，真到了那个时候，那只能硬着头皮演下去了呗。拜堂好弄，洞房怎么办啊？接着踹。又踹啊？我以灵力替你们护法，你们俩凭借自己的念力，将紫青双剑从水底唤出。你杀了我爹！你爹甘心效忠血魔，死有余辜。攻击血魔的人都得死。没事。奇怪，都快把整个山谷找遍了，怎么还找不着？幸好没摔破。既然丢了，何必非要找回来？只要有心，即使错过，也能再次拥有。
我又给你熬了芙蓉白玉汤，多喝点补补。刘姑娘，我好歹也是天界的斩妖士，没有普通人那么脆弱，你不用每次都这么费心。天界的怎么了？那也不能饿着肚子呀，饿着肚子哪有精神对付血魔啊？快喝吧。喝啊！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，要不然，我怕我真的越来越还不清。谁要你还了？我自愿的，只要能照顾你，对你好，我就开心，什么烦恼都没了。哎，对了，王道长可有摘到欢喜柚？真想看他穿女装是什么样子，应该会好看吧？但可能有点黑。别提这事儿，一提我就来气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快跟我说说。我大哥钟云飞为了救那个李义齐，擅作主张，把欢喜柚喂给他了。啊，那剑仙李义齐岂不是要变成男人了？姑娘，你重点好像跑偏了吧？哦，抱歉。但我觉得，钟道长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，应该也很痛苦，事后内心应该也挺挣扎的吧？他挣扎什么呀？他每次头脑一热，他就做决定，痛快得很。一边是兄弟的梦想，一边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，这换成谁都不好选，也是难为他了。你真这么想？是啊。要说王道长不生气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但我还是觉得，钟道长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怎么了？汤不好喝吗？刘雀，这汤真是你亲手熬的？是啊。你熬的汤里怎么会有毒呢？这不好，中计了，快走！站住！你还挺机灵的，这锁灵伞无色无味，入口就能发挥效力，就算你有再大的本事，也无法施展了。我真的不知道这汤里放了什么锁灵伞。你这个叛徒，要是事先让你知道，他还能中计吗？你也太小瞧我了，真以为换上嫁衣的时候，我没发现你手掌现形了吗？我之所以不动声色，就是为了让你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。真是够阴险的，杨铁梅，你以为一个锁灵伞就能锁得住我吗？你的灵力没了，就跟个凡人一样。我倒想看看你怎么逃出去。说，你把红雪藏在哪儿了？否则今天我就杀了你！我不会让你们伤害他的。你给我让开，让开刘雀！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！吴小童子，出鞘！你这个臭掌门，居然敢毒害我们的主人，不要脸，卑鄙，下流，不要脸，不要脸已经骂过了，把这两个不长眼的东西打成猪头！缠住他们，不要伤人。
堡主，怎么办？给我追！无论怎样，把红仙给我抓回来！是，走。师兄，前面就是南海派的地方了，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大师兄，仙堡附近已经找遍了，你觉得师姐会不会藏在南海派了？不会。堡主杀了丁刚，就算丁晓峰想收留红雪，他们南海派的人也不会答应。那师姐会不会已经离开蜀山了？柳寒烟失去了灵力，刘却又受了重伤，他们应该走不远。只要能找到他们，暗中的跟着，就一定能找到红雪师妹的下落。走，我们这边找，跟上。我们已经操控了双剑，要不要试试双剑合璧？你确定？怎么，你怕丢脸吗？不，那就试试。蜀山仙剑，青罗剑，紫剑，天变一力，强身用剑剑。快活似神仙！
双剑回鞘。剑仙，为何又收了他们的剑？紫青双剑乃是仙骨遗珍，一阴一阳，剑性截然相反。只有真正达到人剑合一，才可以安全合璧。倘若操之过急，贸然合璧，就会有人剑俱毁的危险。刚才是我冲动行事了，以后一定不敢再轻率行事。大哥，出大事了！韩岩身份被揭穿，不止失去了灵力，还遭到了围捕。那你陪他们训练，我去救人。嗯。柳姑娘，你对我情深意重，是我辜负了你，请允许我未经你同意，便留下了你的发簪。见他如见你。小心点儿，别打草惊蛇。大哥，回去转告杨铁梅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如果他再敢逆天而为，是绝对逃不过天道的制裁的。你少给我装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！你明知道南海派已经甘心效忠血魔，我懒得听你废话，快滚！怎么，不滚吗？非得逼我动手是吗？你，大师兄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，我们还是先撤吧。撤！钟云飞算什么东西？竟然代表天道来威胁我！我看他才是助纣为虐，逆天而行。堡主，现在线索都断了，红雪恐怕更难找了。哼！钟云飞能那么快就赶到，可见他一直在暗中观察我们的行动。红雪应该还在蜀山，你带人继续搜索，一旦发现他们的下落，不要急着动手，立刻回来通报。是。离天狗10日只有3天。红雪，我们再来。
一统天下。魔影，你不要让我们失望。寒烟，你的伤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大哥给我服过灵药了。希望。青的剑，紫的剑，每天练一练，强身又体健，快活死。如今他们已神魂坚定，随时都可以双剑合璧。我替天下苍生谢过剑仙了。我也要谢过钟道友，救我一命。虽然，剑仙，剑仙你，无碍，这正是我要说的。你们所谓的欢喜幽，其实并非救人之草。而是一株要人性命的毒草。啊！毒草？那日我被血魔袭击，险些丧命。其实并非他那一掌给了我致命一击，而是因为多年前我是药中毒，一直靠体内灵力压制毒素蔓延，而他那一掌打散了我的灵力，导致我体内毒发，无力回天。然而你们为我服下了欢喜幽。谁知双毒相克，
竟然化解了我体内的余毒，我才得以活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差点害死你，结果却误打误撞把你给救了。所以欢喜幽也没有变换性别的作用。虽然只是我的猜测，不过我认为这一切都是血魔岛的鬼。他利用中道友想要变成女人的心愿，其实是想要借机除掉他。剑仙，其实是这样。你这也太危险了，你！哦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有劳三位费心了。剑仙放心，我们一定不负你的期望。双剑合璧之时，只要有一人分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真的能够信念坚定地面对自己的母亲吗？其实，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堡主，那边。快走！慢头追！快！快！你们以为逃得了吗？我有说过要逃吗？哼，你以为这个阵法就能治得了我吗？就要你感受一下。堡主，一群傻不愣登的家伙，你睁大眼珠看清楚了，这里面到底是央铁梅还是血魔？堡主，堡主，堡主，怎么说，你也是个有头有脸的妖，拿凡人的性命当保命符，你就不嫌丢人吗？激将法对我没用，你要真的想救央铁梅，除非你交出降魔戒。娘！小子，你可别犯蠢！黄雪，我的好女儿，娘舍不得你。不要，娘，不要！求你了，求你了！堡主，
奇怪，我为什么会有一丝丝疼痛？这可真是怪事。娘！帮主！帮主！娘！谢魔知道紫星双剑还在人间，他一定会保护魔婴。我们要在他之前赶过去。大师兄，麻烦你先带师兄妹们回去，替我娘好料理后事。这是妖界最强的结界阵法。对，魔罗之门，又名修罗傀儡阵法，是当年玄光大帝开创3界之时，为了对抗虚空中的邪灵所创造的，将原始混沌状态的修罗元魂制成傀儡，来作为这个阵法的初始阵法，与天界的昆仑无极阵法，还有人界的五行阴阳阵，被封为3大奇阵。3界开创之时，不知妖帝如何习得这个功力。这个阵法相当强大，想当年上古仙魔大战的时候，很多斩妖师和天界仙尊都折损在了里面。妖帝不是被封印在无极时空里吗？怎么会在这个法阵里？这也是我所担心的。当年妖帝被封印之后，这个阵法就已经失传了。可是现在邪魔又把这个阵法搬过来，那就说明我们要对抗的不简简单单只是邪魔了，而3界更大的腥风血雨就要来了。福兮祸所倚，祸兮福所伏。既然这个邪魔敢搬来这个阵法，说明魔婴还在里面。天狗10日的时间也马上就要到了，时不我待。身为斩妖师，我们必须尽天之所责。那还等什么？我先下去。慢！我先用灵力符咒封住了你们的神识，这样防止你们被邪魔夺舍。而且这个魔罗之门阵法非常的强大，里面不仅有法力强大的修罗幻影傀儡，而且还很容易迷失方向。如果在里面迷失超过3个时辰，可能就永远出不来了。我们进去的首要任务，必须得赶快找到这个魔洞。所以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，我们都不可以分开。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魔洞啊？是啊，已经过去1个时辰了，魔婴就快要破茧而出。如果再这么漫无方向的耗下去，就算不碰上修罗鬼刹，时间上我们也耗不起啊。我刚才用神识查探过了，这个阵法相当的强大，而且阵法的空间无边无际。看来，想找到这个魔洞，也真的是难上加难啊。道长，既然现在找不到方向，时间又迫在眉睫，不如我们索性就分头来寻找，这样找到魔洞的希望
也更大一些。不行，从我们进入结界之时，这个阵法就已经启动。表面上，它看着平静、安全，可是迷雾里面早已危机四伏。如果我们分开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和小风是打败血魔，使出双剑合璧的唯一希望，所以你们绝对不能以身试险。我去救红雪，你们保护丁向风。钟道长，天狗10日，马上就要到了。那你们的死期也快要到了。那我也会让你死在我手里。小子，别得意，我倒要看看你们的紫金双剑怎么合璧。刚才大哥就在此处，怎么就是看不到呢？天狗已经开始10日了，红雪生死未卜，大哥又找不到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里交给我，你们去找魔婴。魔婴快成型了，赶紧双剑合璧。你们两个不管谁死，魔婴都能如期成型。红雪，你救不了我。既然我们心意相通，就赌一把，让双剑合璧，先毁了魔婴。好，我听你的。你们拖住血魔，我去找杨红雪和丁小峰。
每天练一练。这就是你们练的紫青双剑，你们是被李奇给耍了吧？快破死神仙！小风，你守住元神，我来帮你催动符咒。不许，你绕过他。钟云飞，你以为以你一人之力合并双剑，就能彻底毁了我吗？只要有一丝丝希望，我都要赌一赌。你是铁了心要跟我同归于尽，年纪轻轻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杨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来。我大哥呢？钟道长和血魔都在魔影里面。钟道长准备牺牲他自己，让双剑合并。啊！刚刚破戒重生，你就闭嘴！我最讨厌你这种没话可接就让别人闭嘴的臭小子！现在别说是你一个人，就算你们兄弟3个人一起，连我一个你都说不过。如果我弟弟傅曲来了，他那张嘴能够喷死你。你别说了，动手吧。大哥，你这么夸我，我能不来吗？是啊，这么舍生取义的事儿，怎么能少了我们呢？这里太危险了，你们快回去。回去？你搞笑呢？我们是生死相通的兄弟，就算死，也要死在一起。现在情况既然如此，不如我们3个人建立一世，或许会有一线生机。此生有你们的陪伴，我心满意足，再无遗憾了。你们休想毁了魔影！再让我失望，就拿你们修炼。看来钟道长他们真的跟邪魔同归于尽了。你们为了守护百姓，竭尽心力。这份大仁大义，请受我丁晓峰一拜。
你们跪着干嘛呀？哎呀，还没过年。全是因为钟云飞狂妄轻敌造成的，他应该为此事负责。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存在争议，但他最后选择以身殉道，也是让我不得不佩服啊。有什么值得佩服的？他有错在先，这样也是为了赎罪而已嘛。他能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，也是一种勇气。这次钟云飞是功是过，不知道仙尊觉得如何呀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本座认为，钟云飞没有在这次错误中迷失本心，反而坚定信念，舍生取义。光是这一点，就值得嘉许。本帝也认为非常难得呀。他能无畏个人生死，化解人界危机，就是有过，也瑕不掩瑜。更何况，他们3个人能一起选择慷慨赴义，更让本帝为之感动啊！所以，这次钟云飞功过相抵，就让他以本心继续守护人界吧。娘，雀儿，你们放心的去吧，我定会担起保主重任，带领仙宝弟子斩妖除魔。堡主，这是大师兄留给你的信。师妹，我身为仙宝大弟子，却因执迷儿女私情，险些陷仙宝于万劫不复之地。我已无颜立足仙宝，只能从此仗剑人界。但愿你和丁晓峰有情人终成眷属，共创2派荣光。这。